Hello， 大家，我现在人在重庆，终于可以跟你们好好介绍一下我的家乡了。重庆的别称也是山城，整个城市依山而建，错落有致，到处都是爬坡和上坎。现在我是在平城，对不对？其实是人家的22楼，往这边看。每一次向下探头和每一次的向上抬头，都能给到意想不到的惊喜。它的惊喜还隐藏在高楼林立的石板小路之间，一碗汤浓味厚的小面，一钵香弹呛爽的牛肉面，和走在街上自来熟的人，无处不在体现着这个城市的耿直、热情、包容和一些幽默。重庆轨道交通是非常方便的嘛，现在目前在运营的已经有11条线。那这一集的话，我就打算带着大家跟着轨道交通，然后带你们好好去认识一下小面、豌杂面、牛肉面。现在时间还早，走，我们去吃个小面 ，Let's go！重庆小面就是担担面演变而来的。相传在很早的时候，巴渝汉子他为了生计，就挑一个扁担，走街串巷的去叫卖嘛。那个扁担上面有2个箩筐，一个箩筐就摆的是炭炉和面锅，另一个箩筐就摆的是面条和佐料。然后这就是一个移动的面摊，就是担担面最早的雏形。然后后来就慢慢演变为小面。那为什么要叫小面呢？小面其实就是素面。我知道在台湾吃面大家都会加一点小菜嘛，然后那个小菜是不是就叫素菜？那素面是不是就叫小面？这是我自己乱推算的，大家不要相信。我们这边吃面的话，就是没有再配菜的，最多就给你一盘泡菜。反正来这边吃面，你就来尽情的享受面条裹着那种红油佐料的快乐就好了。重庆的饮食食材是一方面，调料也在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小面最主要就是吃的调料，调料对了，这碗面就成功了一大半。很经典的调料之一就是碎米芽菜和猪油，但其实里面的每一种调料都在各司其职，不能多也不能少，放调料的顺序也不能颠倒。这些看似无所谓的程序，其实都在影响着这碗面的口味。所以我们这边有个说法，同样的调料和配比，换一双手就是不同的味道。小面的选择有清汤、麻辣、干拌，还有胡辣。面条的形状也分了好几种，通常面馆最常默认的就是细面，可是我觉得细面的口感不是特别的好，但它又因为是面条细，能很好的裹住调料和油脂，所以也有很多它的受众。小面咋子都辣椒稍微少要一点，然后小面再加个大面。小面是那个韭菜叶面，要韭菜叶面。我最喜欢吃的面条就是韭菜叶面。韭菜叶面它因为是宽度跟韭菜差不多，所以叫韭菜叶面。那这种面条它虽然很宽嘛，但是它很薄，然后也很有韧劲，吃起来也很入味。所以我们在吃干溜的时候，然后是很喜欢吃这种韭菜叶面的。按照我爸的说法的话，就是重庆的老板凳都是吃一碗韭菜叶面干点儿，面还要起硬点儿。面条端上桌的时候，油辣子和芝麻的香味扑面而来，这一碗就是我们早上的传统早餐。汤汁看着很油，但是是红润透亮的，把底下的料搅拌均匀后，随着面条的热气直逼喉咙，这个时候麻辣鲜香全部都到齐了。我们这边吃面是习惯加一个煎的荷包蛋，它的荷包蛋就是煎的又嫩又薄的，然后再把荷包蛋浸在那个汤汁里面，等它每一个地方都浸满了那个汤汁的时候，你再吃它，哇，那种感觉就像在吃什么？吃那个鹅啊米刷加了一个鸡蛋的那种感觉。我们喜欢吃的就是这种社区的小面店，它可能就开在你的楼下，然后可能环境不是那么的上档次，可是你看来吃的人还是特别的多。它这种味道，我觉得是比较属于高级一点的味道，就是很香又不咸，然后味道又很浓郁，然后它有辣味，可是它的辣味是只停留在嘴巴里面，不会烧进胃里面的那种辣味。然后当你吃到很尽兴的时候，突然咬到一颗它的芝麻，它芝麻一下子就咬开，那种蹦出的那种香气就特别的奇妙，特别的美妙。刚刚有个大哥，他站在路边，他也不做，2、3口就把面就吃掉了。我说你都不做吗？他不用撇脱一点。
其实它现在也有开很多新派的、装修的很好的一些面馆，但是我觉得吃面还是要在这样的环境里面才有那种氛围感。就像你去吃那种市面上很多口味的那些泡面，你吃到最后还是会觉得红烧牛肉面最好吃一样的道理。喵喵，你怎么那么胖呀？你吃的很好吗？你们家是卖什么的？凉面凉皮，怪不得。以前我小时候跟我爷爷奶奶一起住的时候，就是住的这种老房子，没有电梯就走楼梯。当时我们住4楼嘛，4楼的话你可能要爬8楼的样子，因为每一层楼还有2个楼梯这样转上去。然后看到这个划分池区域了吗？这个区域以前就是那种垃圾箱、垃圾箱，就是扔垃圾是怎样？每一层楼它都会有一个垃圾那种箱，直接把它拉开，垃圾倒进去，然后它就直接就到这个地方，集中在这个地方，工作人员就从这个地方把垃圾收走。但是现在我看到有那种新型的垃圾箱，就可能是每一家他自己把垃圾拿下来，拿到这里来扔，然后工作人员再从这个垃圾箱把它运走。以前都是这样，直接拉开扔下去。我们继续坐2号线去看一看自古以来兵家必争的千古要塞。2号线它是04年开通的，没记错的话，当时票价是10块钱人民币。06年的时候，它的票价就调成了1块钱人民币，可以坐3个站，然后刷交通卡可以打9折，相当于9毛钱。2号线全线坐完的话，就只要5块钱，不管坐哪一条线，坐到63公里，包括63公里以上，也只要10块钱人民币。现在我在的这条道就是佛陀关的古关，然后这个佛陀关公园它其实就是一匹山，很大的一匹山。然后当时三国时期的时候，江州的守将李严曾经想过要把佛陀关凿断，让嘉陵江和长江的水在这里汇流，然后就把这个江州之城，就是现在的渝中半岛，变成真正四面环水的江州之岛。然后呢，诸葛亮没有同意，因为他怕李严在这个易守难攻的地方，然后就是占山为王，他就没有同意。后来到了抗战时期的时候，国民政府抗战练兵就在李严驻军的这个地方办了一个军官训练团。我觉得佛陀关公园其实是一个存在感很低很低的公园，就是我们小时候就会去它旁边不远处的鹅林公园去春游啊、秋游，但从来不会到这边来。还是我小时候，我爷爷经常会带我到这边来去闲逛啊什么的。然后这个公园以前经过它那么多次，也来过那么多次，可是从来没有想过要去真正的了解它。是因为最近我在查资料做功课的时候，然后我才发现，原来它的这些崖壁上面是刻有宋朝时期的时候那些佛像。然后之前李商隐有一首诗《夜雨寄北》，也是在这里写的。后来古人就根据那首诗，然后还新建了一个夜雨寺，但现在夜雨寺已经没有了。它曾经是8渝12景之一。我好转呀，因为我一直在爬山。我觉得很多东西就是这样，就是你不去关注它，这些东西就慢慢的随着时代的潮流、历史的潮流，就慢慢的没有了。然后现在大家提到佛陀关，最多的就是啊，我们要去那边拍照打卡。大家肯定会问，它轻轨穿楼会不会有很大的噪音？其实不会，它噪音会特别的小，因为它的轨道就楼里面的轨道和轻轨的轨道是分开设计的，就它要进去的时候，它的摩擦的噪音是非常小的，而且它的底轮是橡胶设计的，就声音也不会那么的大。那如果到这边李子坝这边来的话，大家有空余的时间可以往前面走一走，就可以到前面的
李子坝抗战遗址公园那边去看一看。刚刚浮屠观那边我们是了解了1000年前的重庆的历史吧，那这边就是近代一点的民国时期的重庆。抗战时期，由于李子坝这个地方紧邻市中心，又地势险要，环境优美安静，是远离城市喧嚣、避开日军轰炸的世外桃源。所以在那个时候，一部分的国民政府高官和重要部门都搬迁到了这里。现在园区里面有5组抗战历史文物建筑，其中一栋是国民参与研究址。公园里面绿树成荫，草木茂密，这些历史建筑和幽深的环境结合起来，处处都弥漫着旧时代的气息。漫步在这些坡道上，可以看得到江，也能顺便感受一下山城步道的韵味。豌杂面它的口感要比小面吃起来要油润一些，然后它里面底料是加了麻酱的嘛，麻酱在里面运用的就很巧妙，然后还有一些花生碎和一些榨菜，这个时候花生碎和榨菜就是点睛之笔。豌杂面其实就是小面的一个派系，但是它跟小面又有一点点的不一样，它最主要的区别就是它加了炸酱和豌豆，它其实它的顺序就是先把那个料码好嘛，再把面上上去，然后最后再淋上炖得很趴很烂的那种豌豆，然后还有炒过的炸酱。然后这一家的话就是属于那种重庆比较传统的老一点的那种社区面店，然后它我觉得就是我们俗称的那种苍蝇馆子、苍蝇馆子，但是我觉得它的是苍蝇馆子当中的战斗机，因为它连桌椅都没有，就是在那个店铺的对面，然后镶了一排那种石板的那种桌子，然后就自己坐在那边吃。快点来重庆打个卡，3层啤酒，兄弟请你随便喝。妈妈，我妈刚才接着。那这条路呢，就是重庆最美的路。大家吃完豌杂面过后，我推荐大家可以来这边来走一走、看一看。这条路上，就道路两边有很多枝繁叶茂的绿树，在夏天的时候，阳光很充足嘛，然后阳光就这样透过树叶洒落下来的一些光影的斑驳，我觉得让我很着迷。然后道路的两旁的一些建筑都是青砖灰瓦的那种建筑，就很有历史的氛围。走在上面就感觉历史那种沉淀的气息，就像你扑面而来的感觉。这条路就叫中山四路，听到中山2个字，应该就知道这条路不简单吧？如果解放碑和李子坝这样的景观是重庆的面子的话，那中山四路应该就是重庆的里子。这条街也不过才800米左右的样子，然后这条街是当时见证了重庆在抗战时期的一个战火纷飞的年代的一个见证，因为当时历史上很多的重要人物，包括他们的故居都定在重庆，然后当时很多的政务机关也全部迁到重庆来了，所以这条街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真的可以推荐来走走看看。我觉得重庆是个很神奇的地方，它不仅是抗战时候的陪都，然后在抗战的时候，韩国也在重庆设立了临时政府的，包括现在还保留有他们现在的那个旧址在。是曾经张自忠居住过的地方。为什么要叫桂园呢？是因为它园区里面有2棵很大的桂花树，所以叫桂园。这里也是曾经双十协定签订的地方。中四路以前叫德安里，叫德安里107号。那107号是桂园，101号就是蒋中正的故居。中山四路尽头最大的一个建筑就是周公馆。周公馆就是以前周恩来住过的地方。周恩来租下这栋建筑，他是从赵氏夫妇手中租下的，他是租下这栋建筑的其中几间房子作为他生活和办公的地方。他是在1938年以个人名义租下的。然后赵氏夫妇为什么要租给他呢？是因为赵氏夫妇当时为了躲避战争的袭击，然后就躲到乡下去了，所以就把这个房子租了出来。现在我在的这个地方就是整栋建筑的2楼，这一扇门当时是常年关闭的，就是作为分界线，然后一边是作为南方局使用的，另外一
边是作为就是当时国民党的几个政务人员使用的，所以他会常年把它关闭起来分开。周公馆的左手边是以前国民党警察局派出所的旧址，然后现在是曾家岩书院，它里面的建筑风格还是保留了以前我们在电视剧里面看到的一些战争片里面表现出来的，就警察那种黑色的木头那种庄严的那种调性。周公馆的右手边就是还是以前戴笠住过的地方，叫戴笠公馆，然后就是说戴笠以前和蝴蝶他们的爱恨情仇浪漫史就是在那个地方上演的。我是从这个地下通道这样出来的，然后前面就是大马路，往前面左边就是解放碑，再往这边就是洪崖洞，然后这里以为是1楼，对不对？其实是这个医院的9楼。旁边有一个楼梯，这样上来过后，这里也是1楼平台。然后呢，我现在就在这个平台上面，等一下再带大家去看一看这个平台又是另外一栋楼的几楼。但是这里其实是人家的22楼，往这边。镜头往上。我刚刚在那个双连廊那个天桥那边也是平层，镜头往下。我现在这里也是平层，然后这一条街很多人来拍照打卡，往这边镜头往右。是因为当时有一个电影很火，所以大家都到这边来拍照打卡。不管你是快进到这里，还是跟着影片慢慢看到这里，这一碗牛肉面都是值得停留一下的。台湾的牛肉面主打清炖和红烧，可能是以八角香料为主，但这家牛肉面多了豆瓣和辣椒的味道。热爱吃牛肉面的摄影师在吃过了清炖、红烧、麻辣的种类后，转头对我说，这是他吃过最好吃的牛肉面。国家法定佳节日，这种个太随意了。那你们那里都主要是全部卖牛肉之类的？我们是全牛系的。哦。我们也卖得很早。等于现在呀，我们品种啊比以前要少点，牛身上全部是卖完了的。那现在你是在烧水是不？现目前那会儿是在烧水。等中午做中午了噻，等于要换一趟水，我们要。好，那个空间呢，我们都做点事啊，做点那些那样那的。卖到下午好多钟啊？我们1点半。1点半，卖完都收了。卖完都收了。天气热了，我们都卖的都做到1点半了，68了嘛。看不出来。卖到68了。心里好好哦。我这个身体我没其他病嘛，我身体都好些噻。要得，那我都等一下，等到吃的里面。要得嘛，你等会儿嘛，多等会儿哈。要得。你们那个底料都是原汤的是不？我们也可以料海椒，我们可以加海椒，等于对身高。等于也大部分人都不吃海椒。对身高。我也吃原汤。吃原汤可以，我都不放海椒。你记得给我留一个群留哈，我怕哈儿没得了，人越来越多了。要得，我们那儿是陆陆续续哈儿太多人，那里全都是有7个品种哦，要加完的话。是每天不一样吗？每一天定点是5个品种，还有几个品种是能换。隐藏在社区里面一家不起眼的店铺，却有着超高的人气和超味美的牛肉。还没开始营业，只看到操作台面上摆得整整齐齐的钵儿，就知道营业后的血雨腥风。锅里的牛肉、牛肚、牛皮、牛筋以及整装待发，等到揭开锅的那一刻，争先恐后的展现出自己的软嫩和落弹。看着黑板上的价格，只犹豫了半秒钟，再一次本着来都来了的原则，花了173元人民币把它们全部都点上了一遍。毕竟这次回来，大家都在说我瘦了。然后我要的是全牛的牛肉嘛，他一碗里面已经装不下了，还另外拿了一碗帮我装另外2样牛的部位，好往死的一碗面。原汤的汤底浓醇香爽，裹满在牛肉和牛皮的劲瘦与软糯之间。超过1公分厚的牛皮，丰满、光亮、柔软、纹细、结实又有弹性，说得我满头的羡慕。再多的羡慕，不如再吃一口来的实在。
碗里的流长和流度也在尽职尽责地体现着扎实的口感和入味后 QQ 的劲头。这牛筋吃起来跟那个牛皮虽然都是糯的，可是牛筋吃起来更像果冻一样，更脆一点点哈，但是也是糯糯的那种口感。哇，它的牛肉都卤得好入味，好入味啊！就感觉牛肉里面每一寸就是肌肤的纹理都进味了的那种感觉。最后说到面条，面条是可以免费加的，虽然是免费，但老板也没有在敷衍，加上来的面条也是拌了原汤的，并不是给到一碗白面，可以说是诚意满满。面条柔韧的口感与原汤醇厚的味道，恰好都是能给得到的满足感，一口下去，浓香至极，回味无穷。吃完这碗全牛面真的超满足的，不枉费我花了快2个小时的时间来到这边，换了2次捷运，搭了一个计程车才来到这里。这里是算离重庆市区比较稍微远一点的地方，它在重庆福特厂，福特厂就是造汽车那个福特汽车那个生产厂。然后它好吃到什么呢？我身后这个摄影师就一个土生土长的台湾人，他那么爱吃牛肉面的，他说这是他来到重庆那么久以来吃到最好吃的一家牛肉面。那这家牛肉面它是11点钟开始点单嘛，11点45差不多很多料都没了。刚刚老板就在后面说，然后如果大家要来到这边的话，尽量早一点。虽然他在网络上的营业时间写的是2点钟结束，但还是建议大家提早一点来，先把这些料预定起来。那这支影片就在这家超满足的全牛面这里结束。那喜欢这支影片，记得帮我点赞和订阅，那我们下期影片再见，拜拜！下次影片去吃火锅，拜拜！这一波还是有一点具体哦。我们刚刚从浮屠关轻轨站，然后下了车，我就导航嘛，到浮屠关公园看有多久，30几米。我导航的时候是还有300多米，然后现在走一走只有30几米。这个30几米给你们看一下，是一条直线，是不是？然后实际上的是这样，我在那底下的时候，告诉我还有300多米，然后走一走可能有半个小时，半山腰，然后30几米是到那上面，看到了吗？这样一圈有30几米吗？不止吧，它是算的直线距离吧，要到那山顶上去了，我的天！